嗨，大家好，我是阿史，很高兴又回到我的频道。大家抱歉啦，上支影片的体验文实在太没有内容了，但是终于要带来 V12 版的升级开箱文。首先，这不是业配文，毕竟大家看我的粉丝跟流量就知道情况啦，单纯就是分享升级后使用的心得。V12 版经过1个礼拜初步日常工作使用，分享目前一些感想，但前提这是我最主观的心得，并不代表全部人。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来讯交流讨论。从最直观的使用者角度来分享几个升级后的改变。那目前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是 V11 版的画面，别眨眼。首先，改变最大就是上次我提过的即时渲染部分，光影更加真实，宝石也更加有反射跟色彩，这都归功于新的材质资料库。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就是 V11 版跟右边 V12 版，它的差别在于它的石头的光影还有金属的光影，这个落差其实还蛮大的，而且右边更加的拟真。那我们直接从材质资料库来看它们的差异性，也就是它增加了多少新的材质，以及变动了多少的材质，都可以直接从荧幕上看到。尤其是在半宝石的部分，还有研磨宝石的部分，也是让人家觉得改变最大的地方。那最特别是在于这个编织的材质是新增加出来的。接下来改变最大的是在草图里面，你会看到左手边的线条，它也是有一些锯齿状，如果细看的话，那右手边 V12 版呢，它在线条的部分就更加的平顺跟光滑。那这会在我们画图的时候，可以更明显的感受到线条的顺畅感。接下来呢是部分工具的改进，像这个偏移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它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辅助的偏移的线条的样子。那左手边呢 V12 版它新增加了虚拟的辅助线，也就是让我们知道偏移后的效果。再来呢，这个改进是让我也感到更惊讶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樱桃变漂亮了吗？不是，而是呢，多大的改变呢？让我们来看，这颗樱桃呢，它里面镶满了上百颗的钻石。如果是依照我们以前的模式，导入这一个档案的时候，那它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直接就来操作给你看。左手边它就是 V11 版，当我们在做一些旋转缩放的时候，会因为你的电脑配备而感觉到它开始吃力了。有没有发现它有稍微的 delay？ 那 V12 版会呈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一样操作给你看。当我们在浏览旋转它的时候，你有发现很丝滑顺畅，而且缩小放大的时候丝毫不会感觉到它有 delay。 这个呢，在以前我们在画大型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特别明显，尤其你的电脑配备不是特别强的时候，感受的那个 delay 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到寸步难行。那它新版的改进的引擎的部分占的资源更少，那也可以让我们在画大型的作品的时候更加的流畅。这个影响呢，对一些在画大型作品的人就感受特别的明显。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惊讶的一个地方，竟然在12版有这么大要进的一个改变，这是以前的所有版本从没有过的感受。
所以呢，以后我们在画大容量的作品的时候，相对的就比较轻松了。再来，它把右键的功能变成是转盘，毕竟我才使用1个礼拜，也还在试用中。等之后使用一段时间，再跟大家回报关于这个转盘到底改进后是好用还是不好用。目前让我还感到不适的是，按右键，它那个转盘在旋转的时候会需要时间。那以前这个直接点下去，马上它就显示出来了。只有这一点是我觉得反应上面有落差。最后 V12 版增加了一个新的动画工具，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实用的地方。因为以前如果是用渲染去做动画的话，它非常的花时间。今天这个新的动画的工具，我要做5秒的动画，只要花1-2分钟的时间，所以非常的省时，非常的快。当然它的效果不能完全说可以跟渲染的动画去做对比，因为还是会有落差，但是至少它是可以使用的。那我们就示范给大家看吧。用2分钟就可以做5秒的动画，对我来讲实用性的范围就相当的广，而且相当的方便。看起来好像都在讲它的优点，那它有没有缺点呢？有，也就是它拟真的效果虽然已经很好了，可是呢，跟渲染比起来，它还是有落差的，只是那个落差的距离有缩短了。再来就是关于它透明的材质的部分，目前你看到这一个就是透明材质，所以它还是没有很透明的样子。再来呢，就是当我们开材质资料库的时候，可能资源占用比较大吧，所以它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 delay 的样子。尤其是你电脑配备的等级越弱的时候，感受 delay 的情况就更明显。希望以后可以针对这部分做一个改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缺点呢？我目前还没有很明显的感受，之后如果有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好啦，以上就是我使用1个礼拜的浅浅的心得，也就是几个让我觉得改变最大的地方。至于有没有更加深入的使用心得，也就是在我使用1到3个月以后，如果觉得有深刻的体验，我再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V12 还有哪些改变或疑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希望这个开箱分享文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今天的开箱分享文就到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